Hello，大家好，我们是 Mandarin，你的虚拟货币好朋友，我是 Brian。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绍5件关于 Realty 的特别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创办人他曾经在加拿大设立过比特币事务所，那他叫做 J. Mark Jacobson。他在2013年以前，他就对比特币有浓厚的兴趣，他才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挖矿，在挖比特币。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很久以前的时候，其实比特币是还不是盛行的，就是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也还没有其他的像以太币啊这些其他币种的这个盛行。那他在这么早以前就开始挖矿的时候，想必他应该累积了不少的这个比特币的数量。那后来呢，他在2013年在那个加拿大的 Montreal 这个地方，他设立这个比特币的事务所。他建立这个事务所的用意在于，他想要推广还有教育大家关于比特币这个科技，还有它的运用是什么这样。那他办这个事务所里面啊，常常会办一些活动，就是说，例如是人们来，他就可以教大家怎么去建立账号，然后怎么转账，然后比特币的那个内容详细是什么。他在那段时间就是从事这样很多的这种教育这跟推广的活动。那后来呢，有这个新闻媒体有去报道他关于这个比特币的事务所。我这边找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文章，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像这一篇在 Gizmodo 的这个媒体平台上，这边有写到 Why does Montreal have a Bitcoin embassy？那这里面呢，就是有写到很多关于这个 J. Mark Jacobson 他当时设立这个事务所，他的用意是什么，然后他大概做了哪些事情，然后还有在当时那个时空背景之下，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当时人们的见解啊、反应啊等等的这样子。好，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是可以到这个文章去看看。那这个文章的连接，我也会放在这个叙述里面啊，大家有空的话就可以进去看看。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可以不需要银行，就可以在 DeFi 去中心化金融还有 Realty 上借钱。大家记得我们上一部影片里面有提到那个 Realty 的 RMM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吗？现在我来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个部分。那首先我想跟大家介绍 DeFi Llama 的一个平台，它的平台长这样子。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总记录，就是把所有区块链上面现在所有的市值，还有所有协议上面所有的市值都记录起来的一个平台。你在上面可以找到所有的这个区块链相关现在所有市值多少。比如说现在以太币啊，它这边的市值写到是23 billion 的这个金额，这市值在上面。那在下面呢，它有这个排名哦，就是说它不同的协议里面，现在各占了多少比例的这个市值在里面。那上一个影片里面有提到的阿斐，它就是在第3名。那大家记得吗？我有提过说这个Realty 的 RMN 的这个协议呢，是在阿斐的 RMN 的协议支持下所产生的。所以你看到在阿斐的这个协议。它其实在这个以太币里面是处在第3名，所以其实是还蛮厉害的一个这个协议这样子。那阿费它的那个协议啊，它进来之后，它会看到你们看到这个就是阿费它平台上面现在有的市值，然后啊上面有的各种不同的金额，不同的币种它的金额各是多少。好，然后再来啊，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这个Realty 的 RMN 它是在 Gnosis 的这个区块链下所建立的。那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到这个DeFi Llama 这里，它有一个这个地方有一个搜寻列。那当你输入这个 Gnosis 的时候，它会跳出来，然后它就会显示说，诶，那 Gnosis 这个区块链现在这个市值是多少？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是76 million。那我们这边往下看啊，就可以看到这个 Gnosis 它在这个平台区块链上有哪些不同的协议在上面运作。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Realty 就是在这个协议下的第1名。那这个第1名，而且是跟第2名差的还蛮远的。这个 Realty 它是91 million 的总市值，然后可是跟第2名就是差了很多距离，所以这个 Realty 在这个 Gnosis 上算是一个算是蛮领先的一个协议这样。那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上次我们在
影片里面有讲到这个 RMM 的这个平台啊，它的这个界面就是长这样子哦，就是说它这个 RMM 里面现在有多少的市值，然后它现在有哪一些的 Realty 的这个股份币有被直借啊，然后呢有人拿这个去借了多少啊，它都会记载在这个上面的。第三件事情是跟区块链一样 ，Realty 上的资产都是公开的。这边想跟大家介绍一个网站哈，这个网站在上一次的影片中有提到，那它这个网站叫 Realty Rent Tracker。那这个网站主要是能够记录到各个不同的地址，然后能够看到各个不同地址它所拥有的资产。我们先点 About 这边进来啊，就可以看到这个网站它更详细的说明。那主要是就是有一个人，他叫做 EHPST 这个网名那就是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是他就是负责去建立还有这个网站的人。那他这个网站的主要用途就是可以在这上面可以找到各种不同地址他所拥有的资产比如说我这边点一个这个Top Holders by Rent 进去之后，它就会秀出说，这所有在这个地址上。这个地址是什么？然后它每个礼拜有多少的租金的收入那我这边先随便点一个地址点进去给大家看哈。那像这里啊，点进去之后看到它有这张表，那这张表是从2022年的5月到2023年的8月这段期间，它所收到的这个租金是多少钱，然后它所持有的这个股份币有多少，它都会记录在这边。那这边的话还可以看到，就是这段时间，它总投入了多少的金额在这里，然后这里呢是它每一周能够从这些投资里面获得多少的这个租金的收入，然后到最后它可以看到，这个总共有7.78% 的这个年收入在这边。好，那在下面这个地方是它这段期间内所拥有的这个股份币又是有多少？有55还有45然后还有40这样子。那如果是房客已经搬出去那种空房就是没有租金在持续支付的那种空房的话，就不会计算在这个里面的。那我在这边也做一个示范大家记不记得上次我在影片中有提到一个叫 Community Dashboard 的一个平台吗？它是长这样子，就是原本只要没有输入任何地址的话，它就是呈现全部空的状态。那我复制了刚刚的那个地址放到这里面来的话，它会捞出说这个地址它所拥有的资产。那大家看到，看这就是它的这个 net value， 它总共投资了多少钱，然后它每一年一样是7.78%，然后它拥有多少的这个房产的这个股份币，然后下面这些呢，就是每一个房产它的那个照片，还有它的记录，它所以这些资料都算是公开的，只要是你有在上面买东西买那个房产的话，把这个地址输入进去这边，它都是可以找到资料的。第四件事情是 Realty 到目前为止的总成绩。Realty 从2019年开始，在底特律已经拥有超过300栋的房产，他们已经发行了8000万个股份币，然后呢，已经支付了1000万美金给股份币的持有者，而目前为止有14000名的这个股份币持有者。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每年呢，会支付12万美金给这个所有的这些股份币持有者。那从这个全世界来看现在其实有135个国家都拥有这个股份币，他们四散在世界的各地。但是最主要的这个国家有法国，还有比利时，还有加拿大，还有英国。那其实大部分是这个法文的这个国家那我们团队里面其实有一位法国人，他就是有讲说，在那个法国人的这个想法里面，就是房地产是一件非常好的投资所以在这个法国人在法国还有的是其他说法文的这个国家里面，对于房地产的投资都是蛮感兴趣的。
然后第五件事情是，大部分的 realty 啊，它的房产都在底特律，可以带来什么好处呢？好，首先呢，底特律它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它的前景非常看好，就是未来的房价，它的那个成长潜力是很高的。那再来是为了经济效益，Realty 在2019年啊，它一次买下了很多栋的这个相对低价的房产，然后再一起的去整修翻新。那在这些过程当中，它们持续的去收取租金。那时间越久，这个区域整体的这个房价就会慢慢的提升。那再来是为了要确保投资人有这个10%或接近10%的这个投资报酬率，所以挑选这个底特律。因为大家想想看，如果在美国像纽约或者是洛杉矶这样子的地方要去收取租金，其实是投报率会相对比较低了，因为那边的地价或者是房价、人力、物价等等都非常非常的贵，所以呢，这样会让这个投资人他所能够得到的投报会相对的比较低一些。好，那所以说，如果你现在在考虑就是要试试看这个去中心化房地产投资的话，其实底特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所以也鼓励大家可以去了解多看看这样。好，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其实欢迎你的订阅，就是用我们叙述中的这个 realty.click 的这个连接去了解这个realty 的内容。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也欢迎按赞分享然后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那我们就尽量能够去协助回答你们哦。好，那今天就讲到这样，拜拜。